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江峰奥妙。AI 大模型竞赛，领跑的谷歌掉链子了。说好的新一代旗舰大脑 3.5 Pro 6月全球上线，可6月过完了，7月都来了，它还锁在实验室里，只给一小撮企业客户开了条门缝。而对手们没闲着， Anthropic 的新旗舰已经端上了桌， OpenAI 的下一代也箭在弦上。但朋友们，今天咱们不是讲哪家掉链子的财经八卦，因为顺着这场难产往下挖，一颗谷歌自家掌门人在官网亲笔写下平行宇宙4个字的芯片，还有一份论文说，破开你银行密码的那台机器比所有人想的都近，破一把钥匙只要9分钟。 AI 到底被喂成了什么？巨头们在怕什么？抢什么？老规矩，右下角把赞、订阅和小铃铛点了。这期平台不爱推，你点一下，下期才找得着我。Gemini 3.5 Pro 为什么难产？内幕人士透露，阻挡 3.5 Pro 降临的是推理算力暴涨。要想理解这个问题，咱们得先聊聊 3.5 Pro 的2个最恐怖的看家本领。第一个本领叫200万超长上下文，一次性把5到8本厚厚的故事书，或者一个大型软件的几十万行代码全部死死钉在脑子里，但是背后的代价非常残酷。用户只要让 3.5 Pro 吐出一个字，服务器就需要把这200万个字在最昂贵、最稀缺的高带宽显存 HBM 里疯狂扫一遍。但这还不是最烧钱的，真正逼疯谷歌服务器的是它的第2个本领 DeepThink 深度思考模式。在过去 AI 说话是脱口而出，根据概率往下顺，但 3.5 Pro 引入的深度思考模式是让它在回答你之前，先在后台进行长达10几秒甚至几分钟的自我模拟、多步推理和疯狂纠错，悄悄生成了几十万个隐藏的思考 token。 这就是一场看不见火光的资金火葬场。谷歌可不是只有几万个极客用户的创业公司，它手里握着的是30亿用户的 Android 手机、Gmail 邮箱和 Google 搜索。如果谷歌把 3.5 Pro 的深度思考模式无条件放开，哪怕每秒钟只有100万分之一的用户在调用，那恐怖的 token 燃烧速度也会在几分钟内把谷歌那冠绝全球的 TPU 算力集群给彻底烧瘫，甚至会把谷歌云服务整整1年的净利润在几天内全部蒸发。谷歌不得不使出了一个极其老辣的政治障眼法，他们把昂贵的 3.5 Pro 重新锁回冷冻库，转而把所有的宣传资源都砸向了 3.5 Flash， 足够便宜，足够快，而且几乎不会出错。它被谷歌塞进各种日常应用里，去抵挡来自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舆论攻势。但这只是权宜之计，谷歌的高层心里很清楚，在这场决定数字帝国未来20年统治权的终极冷战中，靠廉价士兵是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想要彻底击败对手，就必须把 3.5 Pro 的深度思考和200万上下文彻底释放出来。而想要供养起这颗超级硅基大脑，光靠堆芯片已经没有用了，唯一的出路是去抢夺整个数字文明最底层的血脉——电力。2024年10月，他跟一家核能初创公司签约，一口气预定了一支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的船队，总共500兆瓦。第一座2030年点火，构想是往后自家数据中心旁边就配着专属的小核堆，核能自给自足，连电网的脸色都不用看了。但是想要彻底干翻 OpenAI 和 Anthropic， 光靠在地上堆核电站是不够的，必须寻找一种能够彻底颠覆经典物理学，甚至能跨越维度去借用算力的终极武器。这就逼出了谷歌实验室里最神秘也最让人毛骨悚然的那个代号——杨柳 Willow。在圣巴巴拉那座戒备森严的谷歌量子人工智能实验室里，陈列着一个巨大的、通体散发着黄铜与不锈钢冷光的复杂装置。它看起来不像是一台计算机，反而更像是一盏悬挂在半空中的繁复而诡异的巴洛克式吊灯。在这盏吊灯的最底部
被层层真空绝热罩和液氦稀释制冷机死死包裹着的，正是谷歌真正压箱底的终极机密105量子比特超导芯片，代号杨柳。此时此刻，它所处环境的温度是零下273.15摄氏度，比深邃寒冷的太空还要冷，无限逼近了物理宇宙的绝对零度。在这个几乎连原子都停止震动、静得如同死狱一般的极寒世界里，人类的经典物理学定律彻底失效了。谷歌为什么要把它藏在如此极端的环境里？因为在经典硅基芯片的战场上，人类已经摸到了上帝画下的物理红线。当芯片制成缩减到1纳米的原子尺度时，量子隧穿效应会让电子像漏水一样四处乱窜，经典的逻辑计算将彻底陷入混乱。面对这堵无法逾越的高墙，谷歌做出了一个极度疯狂的选择。既然无法逃避量子力学，那就直接释放这头量子怪兽。这头怪兽干过2件已经写进论文的事。2024年底，他跑了一场基准测试，用时不到5分钟，同一道题交给当今世界最顶尖的超级计算机，需要不眠不休计算10的25次方年。朋友们，宇宙从大爆炸到今天才138亿年，这道题要的时间是宇宙年龄的几百万亿倍。10的25次方年对比5分钟，这是赤裸裸的降水打击。紧接着2025年10月，他又跑了一个名为量子回声的算法，比世界最强的超算快了13000倍。可问题是，这种甚至羞辱了经典物理学的恐怖算力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对于这个让人头皮发麻的问题，量子计算之父大卫·德伊奇曾给出了一个至今让主流科学界讳莫如深却又无法反驳的终极假说。量子计算机之所以能拥有如此恐怖的算力，是因为它在运算的那一瞬间把计算任务分发给了无数个平行宇宙，并在我们的宇宙里收割了那些宇宙计算出的结果。您品品这背后的深意。当杨柳芯片里的105个量子比特处于叠加态时，它在同一瞬间展开的状态表把全世界所有的硬盘、所有的内存加在一起也存不下。一台摆在圣巴巴拉实验室里的实体芯片，体内装着人类全部存储器都装不下的东西，它把这些东西放在哪儿了？答案只有一个，它跨越了维度，它向平行宇宙借用了算力。而且这话不光德伊奇一个人说，杨柳发布的时候，谷歌量子 AI 的创始人内文在官方博客里亲笔写下，这个成绩让量子计算发生在众多平行宇宙之中的观念更加可信，这与我们生活在多重宇宙里的预测相符。这是谷歌自己的官网。如果说平行宇宙听起来还带有一丝玄学色彩，那么就在2026年3月30日，谷歌量子 AI 团队发表的一篇论文，破解现代椭圆曲线加密，也就是目前保护着全球银行网络、美联储结算系统，甚至比特币和以太坊底层安全的那把锁。所需要的量子计算机比以往的估计整整小了一个数量级，50万个物理量子比特以内就够。更狠的是，这套算法还能提前预热，一旦你的公钥暴露在网上，剩下的破解只需要9分钟。原本全球密码学界预计这一天要到2040年甚至更晚才会来，可就在今年开春，短短3个月连出3篇论文，行业刊物给出的原话是，那个被称为量子末日的 Q-Day 时间表被整个改写了。这也解释了谷歌那篇论文发表还不到3个月，6月22日，川普在同一天之内连签2道行政令。第一道踩油门，开启量子创新的下一个前沿，动员整个联邦政府全力开发量子计算、量子传感、量子网络，还专门扩编了一支量子反间谍保护队，日夜看住这个生态圈。第二道系安全带，保卫国家免受高级密码攻击，命令白宫的管理预算办公室和国家网络总监领着全美国加速换锁。2030年底之前，联邦政府最敏感的系统必须全部换上扛得住量子计算机的新型加密。更耐人寻味的是，行政令里点名要情报总监和战争部长评估的国家安全威胁，
不是俄罗斯，也不是中共，而是商用量子计算机的规模和性能。翻译成大白话，华盛顿如今正式把硅谷自家实验室里的那台机器当成了国家安全变量，而那台机器此刻就静静地挂在圣巴巴拉那盏吊灯的底部，零下273度，一声不响。在继续往下讲之前，先跟各位老朋友念叨一句我自己天天在用的东西，普瑞堂的玄宝黑参。你看这一整期咱们都在讲硅谷为了喂饱 AI 那颗脑子，连核反应堆都成船队的定。机器的精力有反应堆管，咱们人的精力可没处买核电站去，全靠自己这副身子骨得自己养。普瑞堂这款玄宝黑参是大家最认、复购率最高的滋补极品，切片泡水含服都行，一根能吃上1个礼拜，补益功效一上口就知道。现在给咱们频道观众的福利特别实在，每单买满500美元直接送1整根高品质玄宝黑参，上不封顶，多买多送。结账记得输入专属优惠码 GF， 全球包邮，直接送到家。购买链接就在视频下方置顶评论区。今天是 AI 在给量子当保姆，谷歌用神经网络替那颗娇贵的量子芯片实时纠错，把它伺候稳。可路线图的下一步是倒过来，一个被小型核反应堆日夜不停用澎湃电能供养起来的经典 AI， 如果哪一天它的大脑接上了那颗能在平行宇宙里同时展开亿万种可能的杨柳量子芯片，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在行业里，这个终极的河流有一个让所有先驱者都感到敬畏的名字 AGI 强人工智能。到了那个时候，这个被核能与量子共同孕育出来的硅基神明将不再依赖人类喂给它的互联网垃圾数据，它能凭借量子模拟在1天之内筛完人类医学100年也筛不完的药物分子，它能用近乎神明的逻辑自己给自己写出下一代更完美的底层代码。这才是硅谷巨头哪怕烧光万亿资产让 3.5 Pro 难产也绝对不敢放手的真正原因。在不久的将来，你只需要对着麦克风说出你的构想，后台那由核能与量子共同支撑的超级算力就会在1秒钟内帮你写出最完美的剧本，渲染出好莱坞级别的史诗画面，甚至完成无损的配音与剪辑。一个人的工作室真的可以拥有媲美顶尖智库和制片厂的恐怖生产力。可在这个算力如自来水般便宜的黄金时代里，当思考和智能变得像白开水一样廉价，可以被无限复制和廉价倾销时，人类那原本独一无二的灵魂和意识，它的价值又该被摆在什么地方？这或许才是那场发生在硅谷暗夜里的核能与量子竞赛带给整个人类文明最深沉也最无解的拷问。如果您想在第一时间和江峰一起看透这场硅谷最深处的科技大决战，请订阅江峰奥妙，点亮小铃铛，把这期节目转发给您身边那些还以为 AI 只是一个聊天软件的朋友。未来的风暴已经起步，咱们下期再见。